月底，台风天气，天气预报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，注意安全。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我男朋友楚昌还没有回来，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一直没有回复我。我也习以为常了。楚昌追了我2年，相恋5年，前后7年，从开始的热恋，每天的早晚晚安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分享，到现在逐渐冷漠，以至于嫌弃我管得太多太宽，冷言恶语相待，爱情渐渐的失态。持续10多个小时的暴雨，窗户的防水有些撑不住，开始渗水进来，就像我如今的爱情，在湿漉漉的雨水浸泡中，一点一点的发霉变色。我拿着旧毛巾挡了一下子窗户边的雨水。这等天气，楚昌大概是不会回来了。睡吧，明天还有2台手术，我对自己说。靠在床上，迷迷糊糊，似睡未睡之间，手机突然急促的响起了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怕医院晚上有突发事件，一般来说，我的手机都不会关机，毕竟人命大于天。我匆忙接通电话，手机里面传来我甚是讨厌的声音：青舞姐，楚哥出车祸了，外面雨大，我们叫不到车，你快过来。没有容我多问一个字，电话挂断了，紧跟着就是定位发了过来。我吓了一个激灵，匆忙从床上爬起来，换了衣服，顺手从客厅拎过家里备用的医药箱，二话不说，急急忙忙出门。汽车冲出地下车库的时候，暴雨扑面而来，狂风呼啸，如同猛兽怒吼。天空中一道闪电划破天幕，划破黑暗，以短暂的光明照耀大地，紧跟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鸣，咆哮在天地之间。刮雨器用最快的速度拼命的想要刮开那一层层的雨幕，可我的视线始终都是模糊的。曾经喧嚣的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偶有被狂风肆虐吹倒的树，七零八落。我闯了2个红灯，终于抵达定位上的地址，可路边没有人。我给瑶瑶打电话，瑶瑶，我到了，你们在哪里？受伤之人不能随便挪动，这是急救常识。电话那头，瑶瑶没有说话，直接就挂断了我的电话，紧跟着再次给我发了一个地址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是男朋友楚昌给我发来的，能够发定位，想来没事。我心略略定了定，看了看距离，不远，500米的模样。我开车慢慢的过去，那是一家酒吧，楚昌喜欢带着他一干狐朋狗友来这边喝酒，说是环境很好，氛围也很好。我想大概是出了事，他们再一次回到酒吧避雨，等待救援，合情合理。所以我也没有多想，打开车门的一瞬间，暴雨冲刷下来，我瞬间全身湿透。酒吧门口昏黄色的暖光在夜雨中摇曳，青砖木门透着一股暧昧的温度。我走了进去，包厢内我透过雕花的屏风，看到在一干狐朋狗友的起哄中，楚昌正与瑶瑶在喝交杯酒。瑶瑶身上穿着红色的吊带裙，裸露出光滑的脖颈以及一抹肥腻的圆润，而那理应车祸的男人毫发无损，衣冠楚楚。只有门外的我全身湿透，狼狈不堪。房间内众人都在拍手叫道：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楚昌的手抚摸着瑶瑶的脑袋，两人一点点地凑近。不知道是谁发现站在门口的我，惊呼出声：嫂子，你还真来了。紧跟着众人都是大小不已。我就说啊，嫂子那么爱楚哥，听说楚哥车祸，能不敢来吗？哎，又让楚哥赢了。声声入耳，声声刺心。原来他们只是拿着我打赌，我所有的担心担忧落在他们眼中分外好笑。搂在一起的两人慢悠悠的分开，瑶瑶的脸上有着一抹酡红，像是被滋润过，又像多喝了酒。我走了进去，关上门，反锁。我的这个小动作似乎没有人注意。楚昌看到我，淡淡的招呼道：青舞，坐，等下我们就结束了，一起回去。次的口吻。旁边瑶瑶笑着蹦跶到我面前，说道：青舞姐，刚才我就是和你开了一个玩笑，没法子，玩游戏输掉了，你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她眨巴大眼睛，冲着我吐舌头，扮作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。可我的目光却是落在她的口条上，毫无预兆，我一把抓过她，伸手对着她嘴里扣了下去，深吼扣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手法纯熟之极，指甲在她嘴里的嫩肉带过，下一秒她没法子遏制的低头就呕吐起来。她本就喝多了酒，哪里还经得起我这种专业的催吐手法？但我并没有准备就这么放过她，一把抓过她的头发，对着她脸上劈头盖脸的打了过去。呕吐物伴随着鲜血在酒吧狭隘的包厢内四散飞溅，众人忙不迭的躲闪。
在楚昌回过神来的瞬间，我已经甩了瑶瑶10多个耳刮子，扯掉她一把头发，手指抠烂她的嘴，抓她口条，扯拉，甚至我压制不住冲动，我想要嘎掉她的舌头。住手，洛清无，你疯了！楚昌大怒，冲着我吼道。我依然没有说话，抓过一个啤酒瓶子，啪的一声砸碎在茶几上。下一秒，我直奔楚昌而去。楚昌吓得大叫，而我抓过他的头发，拳打脚踢，抓头发，揪耳朵，扇耳光，抓下阴，挠，扣，拗。等着楚昌的狐朋狗友回过神来，把我拉开的时候，楚昌一身狼藉。众人劝着我，嫂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是玩游戏，瑶瑶输了，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。那边瑶瑶终于止住了呕吐，满嘴的鲜血，舌头肿胀，含糊不清的叫道，我不活了，清无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手里抓着一只玻璃烟灰缸，问道，所以我是笑话吗？那边楚昌冲着我怒吼道，洛清无，我要和我分。烟灰缸带着一抹呼啸，贴着他脑袋砸了过去，最后一个字，淹没在烟灰缸砸在墙壁，一地碎玻璃的喧嚣中。楚昌缩在墙角，眼神中带着一抹恐惧，色厉内荏的冲着我吼道，洛清无，你疯了？不就是一个玩笑，你犯得着又砸又打吗？他们的狐朋狗友也都七嘴八舌的劝着我，嫂子，真的就是喝酒玩游戏，楚哥和瑶瑶没什么的，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所以他们认为我在意的是楚昌与瑶瑶有没有做出鬼的事情。我摸出了手术刀，拍在一边的桌子上。告诉我，谁出的主意？我问道。众人都不说话，但目光却都不由自主地落在瑶瑶身上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不用问的。但凡男人带着野鸡在外面吃喝玩乐，做一些没出息的事情，他们都会瞒着家里的女人。毕竟他们也要颜面，他们也知道出轨、劈腿、渣，很是恶心，会被整个社会谴责。倘若不小心闹了出来，他们相互之间还会各自遮掩。就像现在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吃醋了，我是抓到了楚昌和瑶瑶卿卿我我，所以我又砸又闹。他们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会愤怒。暴风雨的天气，车祸，那是人命关天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我敬畏生命，我不顾自己的安危，驱车赶来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生与死之间竟然只是一个笑话。我仰头看着天花板，包厢内的音响已经关掉了，外面有暴雨敲击着地面的声音，延绵密集，宛如战鼓声声。有泪水从脸上滑落。瑶瑶肿着一张脸，怯怯地对我说道，清无姐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。那边楚昌拿出了男子汉的气概，暴喝道，瑶瑶，和他道什么歉？疯婆子一样，玩笑都开不起吗？洛清无，我们分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一边抓过瑶瑶的头发，拽着她拖到楚昌面前，吼道，楚昌，你今天但凡敢和我说分手2个字，你们全部都得死。手术刀贴着瑶瑶的脖子，在场的众人都吓得傻了眼。毕竟刚才的一瞬间，我似乎冷静下来，毕竟我已经打了瑶瑶，毕竟我似乎已经相信这就是一个玩笑。你疯了，把刀放下！楚昌怒吼道，洛清无，我警告你。我咆哮道，把你的警告给老娘收回去，否则我今天不在乎鱼死网破，把你和这贱货一起杀掉。还有你们这么多人，我一个够本。我必须要说，楚昌的狐朋狗友真的都是怂货。面对这种场合，其中一人竟然去匆忙开门，叫道，嫂子，不关我的事情。但就在他开门的瞬间，却是发现门被锁住了。人在紧张惧怕之下都是失智的，他浑然忘记门从里面保险，随手就能够打开。我抓着瑶瑶的头发，逼迫她抬起头来，手术刀贴着她的脸，问道，瑶小姐，就是开玩笑？她吓得嘴唇哆嗦，连连点头，清无姐，就是玩笑，我们真的没什么。我手中锋利的手术刀挑破她纤细的吊带裙吊带，一抹艳红色坠落在地，紧跟着啪的一声，文胸的肩带也断裂。瑶瑶捂着胸口尖叫出声，我用力的扯着她的头发，怒吼道，瑶小姐，开个玩笑哦，好不好玩啊？楚昌见到他的小情人赤身裸体，暴露在他一干好兄弟的眼皮子底下，一把抓过我头发，扬手对着我脸上狠狠的抽了过来。我没有躲闪，脸偏了一下子，半边脸上火烧火燎，嘴里带着一抹铁锈味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如此，纵然有人报警，也是互殴而已。女人看到自己出轨的男朋友和情妇，焉有不互殴的？洛清无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跟你好声好气的解释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不过就是一个玩笑。这个时候，
门被打开了，楚昌的狐朋狗友唯恐被牵连，纷纷夺门而跑。但门口酒吧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客人却是一个个伸着脑袋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我一头撞在楚昌怀里，声嘶力竭的开始哭。玩笑，玩笑，你们脱光了开玩笑吗？我站在包厢门口，学着上次来医院闹事的大妈模样，跳着脚，拍着手，一边哭一边骂。大家评评理，这小婊子赤身裸体的躺我男人怀里，和我说只是开个玩笑。说话之间，我死命的抓过瑶瑶，拽着她的头发，把她扯出来。她拿着衣裙，拼命的想要遮掩。藏什么藏？我怒吼道，你敢把你和我男人的床照发给我，现在怕被人看？我扑在楚昌身上，抓着他耳朵不松手。来啊，告诉大家，你特么怎么睡这骚货的？楚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把我摔在地上，摸着脸上的伤口，怒吼道，洛清无，我要和你分。那个手字，他依然没有能够说出口，因为我手中啤酒瓶恶狠狠地敲在他小腿骨上，痛得他惨叫出声。混乱中，瑶瑶那条丁字裤也被我扯掉了。我全身都是伤，从地上爬起来的瞬间，疯狂地砸着酒吧内的一切东西，电视机、音响、啤酒等，玻璃碎屑四处飞溅。我像极了一个抓奸的妻子，没有理智，只有愤怒。门口众人窃窃私语，哎，现在的人玩得真嗨，一个女的5个男人，那女人赤身裸体的，援交吗？这不让人家老婆找上门了，这不得闹啊！都这样了，还说什么玩游戏？开玩笑，把人都当傻子了。这场闹剧在酒吧工作人员的干涉下，我满身血污的冲进了云幕中。出门的瞬间，我特意掉头看了一眼酒吧门口的摄像头。既然这么喜欢开玩笑，那我就让这个玩笑更热闹点。雨似乎小了一点，紧一阵慢一阵地下着。台风只剩下一点尾巴，但依然肆虐苍茫大地。我开车去了我就职的医院，值班的医生看到我一身狼狈，满身的血污，都吓坏了。我脚上有2处地方还扎着玻璃碎片，血肉模糊。骆医生，你这是做什么了？值班医生问我。赶场子打架，我叹气道，眼瞎，自家男人不争气，和其他女人睡了，一怒之下就没忍住。值班医生劝着我，骆医生，男人不好，分了就是了，你何必呢？我也认可，男人不好，分了就是。可是小三蹬鼻子上脸，捂到我面前不算，还拿着我当笑话，我绝对不能忍，也绝对不会善法罢休。我把明天的2台手术交付给别人，我这种状态不太合适做手术，这是关乎到别人生与死的事情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幸好都是小手术，否则临时换主刀医生真的很麻烦。救死扶伤，那是医生的本职工作。我在值班室睡到早上10点多，夏主任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。我们这位夏主任188身高的大帅哥，腿长腰细，8块巧克力腹肌，还有一张男模脸。长这样不去做男模，跑来做医院主任，戴着老式的黑框眼镜，委实有点浪费。我过去之后，他直接就把一张投诉放在我面前。我扫了一眼，忍不住冷笑，果然就是那个没出息的男人做的事情。因为我的有些事情只有他知道，能够精准的抓住漏洞投诉我的人，绝对是我身边亲近的人。我笑道，主任，我下午给你打个辞职报告。被人投诉，我总需要表态一下。我姥爷有一家中医私人小诊所，我回家继承家业去，我直接说道。认错检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夏主任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叹道，清武，我这边是私人医院，不是人民医院，所以投诉并不重要。我摇头，看看吧，年纪轻轻的主任也是保温杯里抛枸杞，说话官腔一套一套的。喵的，不让我辞职，难道还准备开了我？我开始准备卷袖子干架。喂，清武，你准备做什么？这是医院，不能干架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你愿意去南国吗？我们在那边的分院缺主刀医生啊。我揉揉太阳穴，突突的跳着，问道，所以你不是准备开了我？夏主任笑着说道，骆清武，你要知道，杰出的主刀医生在什么地方都是稀缺资源。我的意思是，让你先休假，准备，把你家那不省事的男人处理好。卧槽！我想要骂人。这世上果然就没有什么秘密，我昨晚干架那点事情，大概整个医院都知道了，整个医院都在看我笑话。OK， 我笑着站起来就走。就在医院门口，我开始打电话。楚昌和瑶瑶不会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。我败走异国他乡，他们开始卿卿我过日子。天下哪里有这种好事？电话打过去，很快就接通了。徐三爷，
是我，洛清无，我直接说道。哎呀，洛菩萨，徐三爷笑得爽朗，说道，什么时候有空，来我这边喝杯茶。徐三爷是我曾经的一个病人，这年头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总免不了生老病死，免不了要和医生打交道。徐三爷在道上路子野，人脉广，但挡不住突发性心肌梗死。晚上被送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快要不成了。那天是我值班，通过医院众人的齐心协力，徐三爷算是捡了一条命。事后，他对我感恩戴德，称我活菩萨。出院的时候，拍着胸脯对我说，但凡苏城有什么麻烦事，让我直接找他。三爷，你家那催收的人，弄3、5个给我。我笑道。徐三爷问我想要做什么，我也不在意，直接说道，我男人被人睡了，借几个哥哥上门撕逼，顺便三爷帮我查点事情。徐三爷爽快地答应了。我开车直接回去，雨过天晴。7月底的天气，哪怕台风刚刚过去，依然炙热难当。路面的落叶已经被清扫干净，似乎所有的风暴突然就销声匿迹，掩映在蓝天白云中。马路上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。我到家的时候开门，楚昌靠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似乎是在看电视。我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走进卧室，开始收拾行李，打电话叫搬家公司。洛清无，你几个意思？楚昌跟着我来到卧房，看着我忙忙碌碌收拾行李，问道。我听着他兴师问罪的语气，头都没有抬，低头继续收拾东西。他放缓了语气，低声说道，洛清无，别闹了，我们年底就要结婚了，你给瑶瑶道个歉，送她一个包什么的，这事情就算了。哦，就你上次从南国带回来那个爱马仕吧，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那个爱马仕的包是我一个顾客送我的，我就知道这家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，往来皆是富贵人。当一个人奄奄一息的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是最无奈、最窝囊、最恐惧的时候。对生的渴望，对死的畏惧，医生在他们眼中那就是生命的希望。所以我的那个病人在痊愈之后，特意送了我一个价值不菲的爱马仕限量包包。你收拾行李做什么？又要出差？楚昌继续问道。搬出去。我抬头把衣柜中我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出来。楚昌，你我之间只能我甩掉你，你没有资格和我说分手。昨天这个事情不是你说结束就结束的，而是在于我，让我给一个小婊子道歉，还要我送他爱马仕的包。你在做什么青丘大头梦？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似乎不带一丝的情绪。楚昌勃然大怒，呵斥道，洛清无，你真的没完没了了？跟你解释过很多遍，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为什么就听不进去？你把人打了，扒光了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以后人家小姑娘要不要做人了？让你给她道个歉，委屈你了。我抓过一边的玻璃花瓶，贴着她脑袋砸了过去，花瓶4分5裂，碎成一片一片的，就宛如我们这7年的感情。你真他妈疯了吗？楚昌躲在门后面，冲着我怒吼道。我捡了一片玻璃碎片，走到楚昌面前，就这么看着他。楚昌，但凡让我再从你嘴里听到开玩笑3个字，今天我弄死你！我冷冷地说道。你们一群狐朋狗友聚集在一起，怎么玩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们凭什么拿我开玩笑？我就是个笑话，我反问道。楚昌脸色难看至极，老半天他才骂道，洛清无，你要分就分吧，你可别后悔。搬家师傅已经到了，给我电话，我让他们直接上来。很快搬家师傅过来，麻溜的把我的东西全部装车，问我可还有什么落下的。楚昌冷着脸在看电视，我走到电视机面前，拿起烟灰缸直接砸了过去，瞬间电视机屏幕碎裂。洛清无，我给你脸了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楚昌怒吼道。你把我当笑话，我不痛快，谁也别想痛快。说着我掉头就走。我在附近有一套小房子，80多平，不大，那是我家里给我全款买的。我妈妈说，女人需要有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独立空间。我原本不以为然，现在却是发现我妈妈是明智的。第二天是周日，我带着4个花臂壮汉直奔姚家。哐哐哐，我一边砸门一边拿着大喇叭吼道，瑶瑶，给我出来，怎么睡了老娘的男人还把老娘当笑话，不给老娘一个交代。花臂大哥开始踹门，终于门开了，姚母气势汹汹地冲着我们怒吼道，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女儿可是正经人。我拿出一张照片对到姚母面前，问道，是不是你养的小婊子？让她出来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拿着大喇叭吼得声震四野，隔壁左邻右舍纷纷开门看热闹。我直接说道，各位大爷大妈给评评理，姚家小婊子睡了我男人不算，还把我当笑话，
昨天晚上狂风暴雨，他骗我说我男人出车祸了，叫不到车。我冒着暴雨驱车赶过去，他和我说开个玩笑。这玩笑好笑不？众人闻言都是指指点点。要我说，这姚家女孩子小时候看着还好，长大了一天天地打扮的和妖精一样。前几天我看到她那裙子短的屁股都露出来了。对了，昨天晚上在某个酒吧，听说她一个女的和5个男人群屁，后来光着屁股跑出来。真的假的？给我看看。我有视频呢。姚母脸色铁青，冲着屋子里面怒吼道：瑶瑶，你给我滚出来，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瑶瑶穿着一身睡衣，乱着头发，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姚母一把拽过她头发，问道：说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？昨天这模样回来，我问你，你说暴风雨天不小心摔了，这明明就是人打的。瑶瑶痛得叫道：妈，没有，我没有。说着她又对我说道：青武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楚总没什么的，我们就是喝了酒，开个玩笑。我真的烦死了这个玩笑，没有能够控制住，扬手一巴掌对着他脸上再一次抽了过去。我拿着大喇叭吼道：你光着屁股和我男人喝交杯酒也就算了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老娘装不知道。可你骗我说他出了车祸，非要让我看着你们亲热，大家倒是评评理，有这种玩笑吗？众人闻言都忍不住骂道：现在的小三这么嚣张了。姚家老娘天天说嘴，没想到生了一个不要脸的女儿，知三做三也就算了，还拿着人家正气当笑话，打死他都是活该。这个时候4了花臂壮汉冲了进去，拿着塑胶棍子乒乒乓乓一通砸。姚母哭天喊地的骂着，姚父拦着闹着咒骂着。瑶瑶的哥哥做事要打人，结果被一个练过的花臂大哥一个擒拿就拿出了，惨叫声在房里回荡。等着砸的差不多，我摸出现金支票问道：瑶瑶，你们家不报警吗？看看警察判赔多少？警察没有来，但是楚昌来了。瑶瑶半边脸肿胀，哭得泪眼迷离，一头扑进他怀里。我淡定地看着，可是下一秒楚昌一把推开瑶瑶，怒斥道：瑶瑶，你只是我的助理，请慎重。瑶瑶愣了一下子，随即他尖着嗓子叫道：楚昌，你什么意思？楚昌冷着一张脸，怒斥道：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约了喝酒，你哭着闹着要去，喝高了你就把衣服脱光，瞒着我给我老婆打电话，说我出了车祸，腿被撞断了，让我老婆冒着暴风雨急匆匆的赶来，闹出这种误会。瑶瑶睁大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一天时间而已，楚昌突然就反水了。昨天他还和我说让我送一个爱马仕的包给瑶瑶，给他道歉。今天他当众否认和瑶瑶的关系。想想也对，楚家可是真正的世家豪门，而他楚昌不过是一介私生子而已。模样长得好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有些能耐，在他那个亲爹的安排下管着一家公司，但这不意味着他就能够惹是生非。闹出不利于公司的绯闻是小事，导致公司股票下滑那是大事。我想前天晚上酒吧的事情，他搂着光屁股的瑶瑶离开，应该是被很多人拍到了。照片视频被送到楚家高层面前，楚昌绝对挨批。他那嫡姐楚丽丽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就差没有借口收拾他。楚昌说着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拉我的手，说道：青武，你别生气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瞒着我给你电话，导致你冒雨赶过来。瑶瑶在愣了一下子之后，冲到楚昌面前，怒斥道：楚昌，你什么意思？对，我提议的，但是你和他们打赌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说洛青武爱你爱得要死，就算知道你骗了他，他也不会生气。结果你害得我被那个老女人打，被他8星号光衣服。你现在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楚昌，你还是男人吗？我从花臂大哥手中拿过塑胶棍子，砸在已经倒掉的椅子上，骂道：姓姚的，你骂谁？许是被我打怕了，瑶瑶瑟缩了一下子。贱货，谁他妈是老女人了？我愤然骂道：楚昌，你也离我远点，我嫌弃你脏。说着我带着人拿着我的大喇叭掉头就走。走到外面，一个花臂大哥问我：姐，姚家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呵呵，我笑得有些讽刺，因为瑶瑶以为这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。哦，他以为那个不懂事的男人爱他。花臂大哥恍然大悟，说道：那就这样，姐，你这还有什么吩咐？我摇摇头，姚家的战斗力太弱了，白瞎了4个花臂大哥的战斗力。本来还准备努力继续干架的。接下来的时间我回去了一趟，告诉父母亲谈了7年的男朋友分了。本来我们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婚
婚礼定在了年底，我连婚纱礼服都订好了，我父母连着陪嫁的金首饰都准备好了。如今我父母亲得知楚昌竟然是这么一个货色，都是勃然大怒。听说我因为工作调动要去南国，我妈妈又伤心的抹眼泪。我安慰她，现在交通便利，飞机也就5个多小时而已。在家里住了1个多星期，我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动身出国。楚昌约我见面，我知道徐三爷那边的狗仔跟我说，楚昌把瑶瑶给开了。瑶瑶是实习生，大学还没毕业，跑来公司实习，实习期6个月，还差2天就满了。结果楚昌把他开了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没有能够拿到大学毕业证。瑶瑶跑去楚昌那边大闹了一场，第2天还准备去，奈何保安就没有能够让他进去。那天在酒吧的照片和视频还是流了出去，公司人手一份，所有人都嘲笑他山鸡妄图变凤凰，脱光了衣服都没有能够上位。楚昌说是他自己多喝了酒非要脱，他们拦都拦不住，这才导致我误会，弄得和他闹分手。反正一句话，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顺便也把我卷袖子拍刀打人干架的事情摘得干干净净。他在公司说，你们都知道我有多爱青吴，当年在学校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一眼万年，我追了他整整2年，他才同意与我交往，谈了5年，准备结婚了，现在让一个傻逼女人给我搞砸了。他还说那天也就是我几个朋友约着喝酒聚，瑶瑶这傻逼女人非要跟着去。我心想，小姑娘就带她过去玩玩吧。我哪里知道她跑去厕所给青吴打电话，诅咒我车祸。青吴是爱我的，冒着暴风雨跑去找我，他说就是开玩笑，他还自己把衣服脱光，非要往我身上凑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若是不知道实情，我都信了。就这样，瑶瑶拿不到毕业证不算，被众人唾骂。他父母，他哥哥，他们小区所有人都对他指指点点，还有一些猥琐男人趁机占他便宜，问他多少钱一晚。我与楚昌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他带了花给我买了一个香奶奶的新款包包。青吴真的要走吗？他装作款款深情的模样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勾魂摄魄。青吴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，就是误会。我发誓，以后我绝对好好爱你，身边一只母蚊子都不会有。我已经把所有的女助理都换掉了。我摇摇头说道，楚昌，你那套说辞也就是自欺欺人，你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和瑶瑶那些事情，人家碍于你是老板，不敢当面嘲笑你而已。再说我亲眼所见，难道有假？脏了的东西我不会再要。我也一早就和你说过，你我之间只能我甩你，你没有资格说分手。说着，我把咖啡喝完，叫了服务员过来结算了我那杯咖啡钱。等着我走到咖啡馆门口的时候，楚昌急急说道，青吴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就来南国找你。我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。2个月之后，徐三爷给我电话，骆医生，你还在南国？出大事了。我诧异的问道，出什么大事了？天塌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徐三爷的声音，你家那不懂事的男人被人开车撞飞出去，一条腿粉碎性骨折，胸口肋骨断了半扇，头好像也不太好，反正破了老大一个洞，骨头有没有撞碎不知道。我皱眉，听他说了这么多，我就知道人还没死，人现在还躺在 ICU。 徐三爷继续说道，生死未卜。来，骆医生，你猜猜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的？他乐呵呵的笑着问我。三爷，若是意外，你一准就和我说了，肯定是有人故意的。我笑问道，瑶瑶？徐三爷说道，是的，骆医生，你果然一猜就猜着了。这女人可真狠，蹲点了他1个多月，算好了时间，直接开车就撞过去。但是终究是女人，胆子小，第一次撞过去之后把人撞飞了，她想要开车碾压上去，车子不小心撞旁边树上卡住。要是换一个技术好一点的男人，楚昌连着全尸都落不下。我是在楚昌出事1个多月之后，瑶瑶因故意伤人案被判了无期徒刑之后，这才回国处理一点事情。我特意去监狱看望瑶瑶，再次相见，她眸子呆滞，神情憔悴。我拿起话筒，她突然就冲着我吼道，为什么？骆青武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，他那么爱我，关心我，体恤我，哪怕是公司酒会，他都会特意点我喜欢吃的小点心，他会开车送我回家，送我昂贵的包包、首饰、香水。都怪你这个老女人，霸占着他不放，他明明都不爱你，你就不能有一点自知之明，主动滚远点。我看着他从手机里面调出来一张照片，送到他面前，说道，这是半年前我飞刀去南国给一个病人做手术，
就在距离我准备动手术的前10分钟，你把你与他的床照发给了我，你希望我心神不宁，手术失败，对吧？瑶瑶咬牙切齿地骂道，对，我就希望你有一点自知之明，早点离开他。我也不生气，慢慢地说道，小三想要上位，使一点手段，很正常。可是这个病人何故之有？瑶瑶，你这行为事实上就是蓄意谋杀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思量过，我就这么和楚昌分手，太便宜你们这对狗男女了，我一定要弄死你们。一辈子很长，瑶瑶，你就在监狱中聊度余生吧。说着，我放下话筒。瑶瑶声嘶力竭地叫着，怒骂我。洛清武，他明明那么爱我，为什么突然就翻脸不认人？我好不容易读了大学，好不容易去了大厂实习，可在一夜之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就是一个玩笑，你们为什么非要咄咄逼人？要不是你们逼我，我又怎么会开车撞他？监狱的狱警过来，强行把他拖了下去。我也去了医院看望楚昌，现代医术发达，他捡了一条命，但是却是落得一个终生瘫痪。见到我，他扯动了一下子嘴角，似乎想要笑，奈何眼泪却是落了下来。我拉了一张椅子，在他旁边坐下来，问道，楚昌，你还记得当初你追我的时候发过的毒誓吗？他看着我，张大嘴巴，终究一个字都没有说得出来。我笑笑说道，楚昌，你说若是你此生负了洛清无，让你死无全尸，现在倒好，你果然应验了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死，你都死无全尸了。楚昌闭上眼睛，良久，这才说道，所以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摇摇头，说道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一向都尊重生命。那天晚上，台风肆虐，暴雨倾盆，气象台都说让大家不要出门。你与瑶瑶玩游戏，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车祸。我内心极端不想出门，但是救死扶伤，那是医生的本职。说到这里，我嘲讽地笑着，说道，最后，瑶瑶那傻逼跑到我面前，对着我吐舌头，扮可爱，说什么开个玩笑，让我不要介意。你觉得我是吃醋你和他在一起？真是荒唐。真正让我生气的是，他没有尊重我，也没有尊重你。如今，他让这个玩笑成真，以讹成实，挺好。楚昌，你现在就慢慢的体会车祸的后遗症吧，瘫痪的褥疮，断腿的创痛，以及花一点小钱就可以让你的护工羞辱你，殴打你。你终究沦为玩笑中的笑话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挪用公款的事情也被爆出来了。楚家那边说你有精神疾病。楚昌的眸子里面透露出深深的恐慌、恐惧。青无，你别走，别走，你救救我，你把我带走，他们会打死我的，求你别走。我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把别人当笑话，却不知道他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。尾声，我再一次去南国的时候，在一家私人会馆见到了楚昌同父异母的姐姐楚丽丽，她递给我一杯酒，我笑笑伸手接了。洛小姐，谢谢你切除毒瘤。楚丽丽笑得温柔。我微微摇头说道，楚董，不是我切除了毒瘤，而是他病变之后自己坏死。人啊，把别人当玩笑的时候，他自己事实上就是那个笑话。洛小姐说的对，我当引以为戒。楚丽丽冲着我举杯，洛小姐，这是南国这边私人医院的股份转让协议，你签个字，我让律师办理了。我想这股份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更有价值。楚丽丽说道。我知道这是楚丽丽给我的报酬，毕竟楚昌废掉了，他是最大的获利者，楚家再也没有人有能力跟他争家族继承权。医生的本职救死扶伤。我愉快地收下了这份礼物，与楚丽丽碰杯。南国的天，四季如夏，凤凰花在枝头绽放，鲜艳如火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